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《折耳兔琪琪的奇妙露营夜》。夏天的天气好热，甜胡萝卜冰激凌还没舔上一口就化了。白天，兔子们在池塘里避暑，可晚上它们还是会不停地出汗，全身湿得透透的。睡在床上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有些兔子就会搭帐篷睡在外面。琪琪也想睡在外面的帐篷里。爸爸，你能帮我搭一顶帐篷吗？琪琪问。我很高兴帮助你，爸爸说。可是你敢一个人睡在外面的帐篷里吗？当然敢了，琪琪回答，我一点都不怕。琪琪找来3根结实的树枝，我想把帐篷搭在这里，他说。爸爸用锤子把树枝砸进地里，又在上面搭了一块旧毯子。搭帐篷不简单，可琪琪知道怎么搭。妈妈给琪琪和爸爸送来了柠檬汽水。我今晚睡在外面，妈妈，琪琪宣布说。太棒了，妈妈说。可是你敢一个人睡在外面的帐篷里吗？当然敢了，琪琪回答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月亮一升上来，琪琪就去帐篷里睡觉了。他已经悄悄地在帐篷里藏了好多东西。睡在这里舒服吗？妈妈和爸爸问。哦，是的，一切都很好，琪琪说。我把枕头和毯子都拿来了。妈妈给琪琪一个手电筒，又亲了他好多次，跟他道晚安。然后爸爸和妈妈就回到屋里去了，把琪琪一个人留在了外面的帐篷里。帐篷里面又好玩又凉快。琪琪数了数他藏进来的甜胡萝卜，他吃了一根，把剩下的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排。琪琪发现在帐篷里吃甜胡萝卜味道就是不一样，吃起来有一种冒险的味道。接着琪琪披上了超人披风，只要一披上这件超人披风，他就什么都不怕了。琪琪用手电筒到处照，朝枕头后面照，朝毯子下面照，透过毯子朝上面照，透过自己的手照，还朝自己的嘴里照。琪琪在帐篷里玩起了手影游戏，他做了一个能咬人的怪物手影，嗷嗷！突然周围一片漆黑，手电筒的电池没电了。琪琪缩在毯子下面，在这里什么都不一样。琪琪想，在外面的帐篷里和在自己的房间里太不一样了，各种东西发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。蟋蟀在蛐蛐地叫，猫头鹰在响亮的咕咕地叫，远处的一只青蛙在呱呱地叫，也可能是一只猫在学青蛙叫。一只胖胖的黑猫长着像狐狸一样的尖牙。诶，什么东西在帐篷外面沙沙地响？琪琪赶紧抓起胡萝卜，塞进自己的耳朵里，这样他什么都听不到了。他也听不到有人小声说：嘘，我猜他睡着了。琪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只有眼睛转来转去。突然他看到帐篷上映出了一个黑影，又来了一个，影子越来越大，影子越来越黑，影子还有胳膊。哦不，琪琪想，
黑夜怪物要来抓我来了。琪琪用毯子蒙住了脑袋，可是没有用，就算躲到毯子里面，黑影还是没有走。救命啊！琪琪发出了尖叫，黑夜怪物要吃我！他掀开毯子，爬出了帐篷。超人披风哗啦哗啦地响着，脑袋上的胡萝卜叶子摇晃着，琪琪看上去就像一个疯狂的森林怪物。他听到身后有叫喊的声音，于是转过身来，看到了被吓坏的爸爸和妈妈。爸爸！琪琪一头扎进了爸爸的怀里。黑夜怪物想来抓我，琪琪哭着说，他就在帐篷里。不怕，琪琪。爸爸安慰他说，现在没事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帐篷里。妈妈说道。临睡前，爸爸和妈妈告诉琪琪，他们怎么也睡不着，便出来看他。想不到看到一个疯狂的森林怪物从帐篷里跑了出来，于是妈妈便大叫起来，我知道那是你，琪琪。爸爸说，但妈妈说爸爸也在发抖，爸爸也吓坏了。琪琪哈哈大笑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森林怪物。他笑着说，就算有，我也会保护你们的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听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你们还敢在外面搭帐篷露营吗？把你们的想法告诉你们的爸爸和妈妈吧。再见。